您好，请问最近有资金需求吗？我们这边最新推出了利率为3%的贷款。你是不是又收到骚扰电话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人信息被泄露了。让我们再来看另一则新闻：上海数据交易所11月25日在浦东新区揭牌成立，全数字化交易系统上线。当日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有2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8大类，并达成部分首单交易。这两则看似没有什么联系的事件，一个是让每个人都咬牙切齿的烦恼，另一个是看似和每个人不相关的交易所成立。其实，这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行为，就是数据交易。大家好，我是分析师 J，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数据交易。什么是数据？相信大家都知道数据，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什么是数据。我们就以在2021年9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3条的定义中所述，本法所称数据，是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其实，早在2015年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就有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2016年出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实施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至2020年。为什么国家对数据那么重视呢？其实不光是国家，企业也对数据越来越重视。马云就说过，数据是阿里最值钱的财富。可以说，阿里现在所有业务都是以其海量数据为核心的。再如视频开头的场景，你是否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推销各种产品？其实这就是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在国内，一条个人信息有的可以卖到上百元，以国内人口基数，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市场。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我拥有全国人民的个人数据，就算一条50元吧，就是14亿乘以50，一共700亿。好吧，这还是卖一次的价格。这些数据可以卖给他，卖给他和他，超越马斯克不是梦想。既然数据那么值钱，为什么很多企业好像都没有实现这些数据的价值呢？聪明的小伙伴一定发现了，之前的假设是基于数据出售，就是有交易发生，产生了流动。但是现实中，大部分的数据其实没有流动起来。数据在不同的使用者手上有着不同的价值。比如，医院有着大量病人和医疗数据，特别是病例和治疗数据。对医院来说，这些当然可以用作将来的诊断和治疗参考。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医院这点也利用不起来。但是，这些都是药企梦寐以求的数据，里面有最真实的临床数据。要知道，药企招募一名药物临床试验志愿者的花费至少是几千上万的。但是，医院拥有这些数据是不可能给到第三方的，因为里面有着很多个人隐私。虽然地下黑产有着个人数据交易，但是医院是不可能以身试法。试想，如果这些数据都使用起来，特别是全国、全球的医院临床数据能一起分析，这能多大帮助药企更好的了解和开发药物，造福人类。这就是数据流动带来的价值。但是现在数据都是分散掌握在不同组织中，成为一个个数据孤岛。医院的例子只是众多行业中的一个，其他各行各业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说起数据的流动，这是何其的困难。上海数据交易所并不是国内第一家数据交易所，现在全国可查的就有18家数据交易所。这当然说明数据交易的火热，可数据交易所需要这么多吗？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也就3所，那怎么有这么多数据交易所？让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的现状。
2015年4月14日，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简称贵交所，正式挂牌运营。贵州这个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早在2013年就提出大数据战略，无疑有着相当的前瞻性。时任执行总裁在贵交所成立时宣布，未来3到5年，交易所日交易额会达到100亿元，预计将诞生一个万亿元级别的交易市场。然而，在其后几年的发展中，交易所不断更改交易额目标，从日交易额100亿到全年力争突破亿元。即使如此，这个大大缩水后的交易目标仍难达到。这是为什么呢？有贵交所一名核心高官称，100亿那都是之前领导拍脑袋吹牛吹出来的，在实际交易过程中远远小于这个数。对于2020年贵交所成交额500万都没有。早期交易所确实会收到很多订单，比如有些客户会提供一个2000万的购买数据协议，但完成不了。说直白点，交易所就是贵阳的一个企业，类似中介平台，撮合买卖双方在交易平台收取10%的佣金，它不可能做全国性的数据交易业务，这个业务模式没有发展起来，数据交易也没有想象中活跃。确实，国内的数据交易主要依赖政府和行业机构牵头，但这并不是市场力量，所以很难复制。因为数据交易的困难远超想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数据定价，数据对不同的组织和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之前所说的医疗数据，对于非医疗健康行业来说可能没有价值，就算是医疗健康行业内，这些数据价值也是不同的。价值无法确定，那就很难交易。至少交易的双方需要对交易的数据价值有明确共识。数据的确权，数据一定是属于拥有者的吗？拥有者是否合法的收集或者获得了数据？数据无法确权，也就无法交易。数据交易的保护，数据交易怎么保护？因为一旦对方获得数据，就很难确保数据不会泄露。比较常用的是让对方使用数据，而不是直接获得数据。如何能不把数据直接交给对方来交易数据？数据交易的合规，如何在数据交易的同时，合规的保护国家和组织的机密，还有个人隐私，不至于对国家和公众造成损失。法律法规的缺失，国内缺少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法律法规。可以发现，这些难点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数据交易的积极性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数据交易一直举步维艰。数据交易所们如雨后春笋，却无法极大促进数据的交易。好在这些情况都在改变。其中，关注于数据交易保护的隐私计算技术一直在发展。虽然还有各种限制，如计算性能和成本，但是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数据交易的保护不再是主要问题。另外，国家在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和今年生效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隐私法都使得数据交易有法可依，这也会进一步促进数据确权和数据交易合规问题的解决。客观的分析就到这里，下面是 J 的个人观点。一，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数据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数据的交易不仅会提高数据的价值，可以促进数据使用技术的提高，不管是对于组织和国家，还是全人类，都有着极大的好处。数据的交易势在必行。二，国内数据的交易相对欧美国家比较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法规的缺失，造成数据黑产大肆其道，不仅不能促进数据的交易，还使国家、
组织和个人深受其害。随着国家各项法律的出台，这种局面必将改变。如何合法合规的使用交易数据，是每个组织和个人必须了解的。最后，J 想说，未来是数据的世界，不管是现实还是火热的元宇宙，数据的流通和交易是大势所趋。